怎么是你？你是天宇楼掌柜的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算了，一会儿再说。先跟我走吧，出来吧。我不能走。我是来救你的。走了我就死定了。好，你不走，我现在就杀了你。出来，快出来！走了。哎呦，哎呀，慢点，来搭把手。哎呦，哎呀，沉死了！哎，怎么是他？我还纳闷呢，我搜遍了整个屋子，就他一个人，还半死不活的。他中毒了，能解吗？天下没有我们哥俩解不了的毒，先押回去。那个人怎么办？只有一匹马，驮不了2个人。破案要紧，先把他绑一宿，就这么办。明天再回来收拾他。嗯。下去吧。是。刚才你说那个张子荣和周儿到现在都没有同房，是。你怎么知道？周儿亲口告诉我的。娘难道不觉得荒唐吗？荒是荒唐了些，不过那到底是人家的事，也碍不着咱们什么。娘，周儿她还说什么？她常偷偷进宫，私会皇上。那个小狐狸真的这么说？是，她还要孩儿保密。皇上，周儿姑娘来了。下去吧。是。周儿见过皇上了。皇上，这不年不节的，怎么想起来放灯了？在为我大宋子民祈福。治世求财重，公昭教义精，临轩生造势，入垢得群英。怎么样？写的怎么样？叶儿的诗越来越长进了，连我这个当先生的都自愧不如呢。来，你替我放。既然是为百姓祈福，不如再多点一盏蜡，让灯飞得更快，早点飞到老天爷那里。多加一盏蜡，不但飞不快，而且会把灯烧坏，会得不偿失。原来皇上知道这个道理啊！什么道理？欲速则不达。是张子荣让你来劝我的吧？蓉儿说的那些我不懂，我只知道一口吃不成个胖子。周儿，你小的时候就告诉我，让我当个好皇帝。我越是畏手畏脚，他们就变本加厉。要不是当初鼓足勇气放了那把火，我现在还是太后的傀儡。与其被他们牵着鼻子走，还不如趁热打铁，稳住江山，早日把你娶回宫。当初那把火烧得恰到好处，往后也要拿捏火候。火小了夹生，火大了饭就糊了。周儿会在蓉儿那儿等你，等你一步步走稳当。来，我们一起为大宋祈福，为百姓祈福。妹妹，啊，我给你做了点点心啊。妹妹这么急着找姐姐来，不知有何事啊？
哀家就是一个人闷得慌，才叫姐姐过来陪哀家坐坐。妹妹，这是姐姐特意为妹妹做的点心，妹妹尝尝。姐姐每次都这般客气，你看，哀家都要被你给喂胖了。妹妹喜欢吃，姐姐就开心。妹妹，上次说可以将夏统领委以重任的事情，妹妹意下如何？妹妹，这也是为了皇上。姐姐，你在宫中的时日也不比哀家少，有些事情应该比哀家更懂得。男人行事要处处小心，作为我们后宫的女人更应该如此。姐姐记住了。哀家也累了，姐姐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姐姐先告退了。过了今天晚上，可就只剩下1天时间了。如果2位叔叔救不活张东，你还有没有其他线索？有，但时间来不及了。范大人为了改革科举，光是主考和副考就增加至上百人，这些人难免官官相护，谁都有嫌疑。若是逐一排查，别说3天，就算是30天也查不完。你该怎么跟皇上交差啊？如果张东死了，就只能全力攻破张子雍了。我还以为你聪明过人呢，没想到比我还笨。你就不会2条腿走出去，直接去审问张子雍吗？今早已经试过1次，但他这人百无顾忌，没想到万全之策之前，不能再轻举妄动。他爹既然敢把他送来，就不怕我们审。哎，他爹都不怕，我们怕什么呀？哎，你就先不要轻举妄动了，我替你去审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不要胡闹。谁跟你胡闹了？你以为就你会问啊？本小姐有的是招。哎，回来！包大人，包大人，怎么样？验出来了，金线蛇的毒汁。金线蛇？传说天下最毒有3：尼姑、砒霜、金线蛇。人里面最毒的是尼姑，药里面最毒的是砒霜，蛇里面最毒的就是金线蛇。别看只是1寸长的小蛇，被它咬上一口也是十死无生。那就是没救了。换别人还真就没救了。不过这次遇上我们俩，还有了一线生机。你们怎么会对毒物了如指掌？包大人一向都低估我们。我们与展大侠不同，他行走江湖凭的是功夫，我们2个凭的是3样本事。什么本事？第1找人，第2暗器，第3就是解毒。诗言志，歌咏言，声亦咏，律和声，八音克谐，无相夺伦，神人以和。什么人和？哈，神。神？写诗还能成神？不能，说的是一种和谐的意境。我是尹若昭的女儿，就算是尹大人也不能擅自闯入。包府尹让我来的。哎，让开让开！嗨，这个包黑子，把你都给请来了。不是他请我来的，是我自己要来的。你来干嘛？来审我？我来讨债。我没欠你银子吧？你在我的听雨楼跟那个算命的唱歪诗践行，你吃肉喝酒的银子还没结呢吧？啊，郭舅爷，您来牢里也是躲债的。
闭嘴！还有，我出去10倍还你。切，这只是第一笔账。我说你有完没完啦？你在我的地界上犯了法，你触犯了我店里的规矩。嘿，我在你店里1没打女人，2没骂女人，3没调戏女人，我触碰你店里什么规矩了？我也是女人啊，你戏弄了我对你的信任。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你不是一个什么省油的灯，我还以为你是除了我以外官宦人家里面最坦荡、最洒脱的，没想到你跟那个刘父一样龌龊不堪。哎，好，你要是这么说话，嘿，我还就真不欠你什么了。凭什么呀？我问你啊，如果你是当今的国舅，你为什么要参加科举？因为坦荡。你明知道舞弊是死罪，你为什么还要知法犯法？因为洒脱。我龌龊吗？不龌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压根儿就没想舞弊。我在听雨楼里饱读诗赋，朝廷无缘无故的就改变了规矩，他们有本事改，小爷就有本事破。另外，小爷还有一个臭毛病，忘了告诉你了。什么臭毛病？告诉他。宁吃飞禽2两，不吃走兽半斤。等等，你是他什么人啊？在下陈世美，是国舅爷的朋友。你说的什么飞禽走兽？国舅爷靠阴补就可以不劳而获的。没错，你是尹若昭的女儿，我们以前都一样。可是我是有志向、有骨气的人，不想坐吃山空。你有你的张良计，我有我的过墙梯。难道你盘下刘父的妓院，你就不龌龊了？你，国舅爷说得好。怎么不见一点起色？救得太迟了，毒液已深入5脏6腑，能不能撑过今晚，就看他的造化了。不然也把这半瓶给他服下。解毒实际上就是以毒攻毒，剂量过大反而会毒死他。半天没看见小姐了，她去哪儿了？光顾着张东，把他给忘了。你审了？怎么审的？黑子，张子庸不会开口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同一种人，换作是我，我也不会开口的。你们是哪种人？为了自己的抱负，绝不出卖自己。他跟你说什么了？不光是他，还有关在隔壁牢房的陈世美，2个人一唱一和，说得我哑口无言。陈世美，就是那个调戏民女的小白脸。他们俩怎么混到一块儿去了？不知道。我不管之前他们做过什么，我就是就事论事。他们到底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说张子庸没做错什么。你信了？我觉得有点道理，不过需要回去好好想一想。太后怎么有空想起我来了？太
后每日都惦记着娘娘和皇上呢。前几日银楼送来了一批首饰，太后一眼就相中了一条金坠子，惦记等着娘娘驾临，亲手送给娘娘呢。你先回去吧，告诉太后，我随后就到。青女恭候娘娘大驾。太后还好意思来请我？他们娘俩整天在外面穷奢极欲，害得我跟皇上只能喝西北风了。娘娘，要不还是让太监拿去热热吧，您多少还是吃点吧。不吃，每天睁开眼睛除了白粥就是咸菜，看着就想吐。连太监们都比我吃得好。娘娘息怒。皇上吃的什么呀？从昨日起，皇上就改成1日2餐了，早上什么也不吃了。唉，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。你赶紧叫人把这拿去热热，给皇上端过去。是。下不为例，以后不许再给朕送吃的了。皇上，这是臣从家里带来的，没有花朝廷的银子。节衣缩食，乃长久之计。朕每天蹭吃蹭喝，成何体统？缩减开支，光靠饿肚子，也不是办法。不饿肚子怎么办？太后苦了大半辈子，朕让她享享清福，也是尽尽孝道。如今国库亏的连官员的俸禄都供不起，哪能供应那么大的开支？现在他又想在府里养个戏班子，朕不从自己的吃喝里挤，难道从你爹的军费里挤吗？或许可以酌情缩减官员的俸禄。不高薪养廉，腐败贪污更加严重。那就用臣的俸禄，用你的银子养我娘，你把朕当成什么人了？都是恩因闹的，朕一定要废了他。皇上不可意气用事，只是说说而已，朕还没有饿糊涂。明天就要接榜了，包拯的案子查得怎么样了？没消息。快去催催包拯，今晚再不交出替考的人，就以抗旨论罪。臣这就去。皇上，皇后担心您的龙体，特地把粥给您送过来了。给皇后娘娘送去吧。是。等等。啊，皇上，把这些点心一起送过去。是。包大人，怎么了？张东醒过来了。人呢？在刑房候审。包大人，多谢包大人救命之恩。起来吧。你刚刚恢复，不宜久站，坐下说话。谢大人。大人，我知道你为什么救我，但我绝对不会出卖少爷。你就没为自己考虑过吗？我在王延龄手里受尽了折磨，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，没什么可再为自己考虑的。我的命是包大人救的，任凭大人处置，我无怨无悔。但我也绝对不会交代一个字。
启禀包大人，皇上身边的张大人驾到，想要见您。他人呢？先去牢里看他哥了。看好程度，不要让他跟张子勇见面。是。包大人，还审吗？没我的命令，先别轻举妄动。是。听说项羽力拔山，吓得刘邦就要窜。若非赵家骨头软，下贼早就上西天。怎么样，气度如何？很像是我哥的风范。你来做什么？来探监。咱们兄弟俩很久没有一起吃酒了。哥，吃。不吃。为什么？吃了别人的嘴短，你是来替那个包黑子套话的。我是你亲弟弟，我知道亲疏远近。爹还是我亲爹呢，还不是一样把我送进大牢里来？爹有爹的打算，我们都是为你好。我看你们是为自己好吧？哥，只要你说出那个人的下落，我保证，皇上不会拿你怎么样。我不知道那个人在哪儿，何况，就算知道，我也不会说。那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亏你还读了那么多年的圣贤书，有一句话叫做“但使胡城飞将在，不教龙马度阴山”。啊，国舅爷反了。应该是“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”。他是谁？我军师。甭管什么龙什么马，你哥我就是要做一个叱咤沙场的将军，不像咱爹那样，打一半还留一半。北上收复燕云16州，驻边防不再被犯，西夏国力单薄，一直拖下去。也并不是没有胜算。咱爹是枢密使，兵权在握，天天的求和上贡，丢尽大宋颜面，成何体统？武将就是要保家卫国的，爹却在皇宫里和那帮玩笔杆子的斗智斗勇，简直辱没了将门风范。所以我要考武举，带兵灭了他们这帮西夏狗贼，把爹和张家的脸面全都挣回来。哥，你可知，平君莫话封侯氏，一将功成万骨枯。没听过。你可又知，一个士兵1年的粮饷是多少？不知道。多了不说，1000个士兵1年的粮饷，就远远超过进贡西夏的银两。打仗之道，哥哥比我更清楚。打西夏，又岂是1000个士兵就能打赢的？行了，别多费口舌了。你说的我不想听。那个包黑子想知道的，我也不会说。那要是我想知道呢？我倒真是想帮你在皇上面前立上一功，可我还真是帮不上。我不知道那个人在哪儿。我是真的不知道。哥，那你在牢里好好保重，我回家去了。看见了吗？他是我亲弟弟。啊！败给3个毛贼，你还有脸回来见我？他们招招戳中学生的破绽，肯定是我师弟教他们的招数。借口！相爷放心，学生一定会想法补救。怎么补救？张东现在已经被押回开封府了，我去把他再抢回来。不
能再有任何闪失。是。哥，你说咱琢磨这个唐门暗器这些年，中毒啥滋味？还真不知道。你问他呗。兄弟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给我们俩说说，那个金线蛇毒啥滋味？如果要选一种死法，非他莫属。为啥？为啥？一真一幻，想什么来什么。明知必死无疑，但死得其所。说的跟做梦一样。比做梦实在。哎，俗话说，那百闻不如亲历。哥，反正那解药还剩半瓶，要不咱俩没事的时候试试？行啊，兄弟。你看你这，只剩5个时辰了，包大人若指望我哥开口，只有死路一条。我了解他，他根本不在乎得失，只在乎输赢。张大人有何高见？可以从张东身上下手。展无为用尽酷刑，对张东都无能为力，我又能拿他怎么样？我可以。你？张东从小跟着我哥，他对我哥不仅是忠诚，更多的是情谊。现在，唯一骗他开口的方法，就是让他认为他是在救我哥。你打算怎么做？我在火岸帮过他们，他信得过我。如果诱导他相信事态已经失控，唯有灭口才能一决隐患，或许能逼他说出那个替考的下落。不过有一点，包大人，你必须让我和张东单独谈话。你是张家人，我如何才能相信你？我并不是在帮你，我是在帮皇上。如果我想搞鬼，大可坐等看你们的笑话。帮皇上对付你哥和你爹，有我爹在，我哥不会有事的。你是谁啊？副将军，嘴把严了。你放心，对少爷不利的事，我一个字也没说。咱们这是去哪儿啊？回府，张大人要见你。少爷呢？真是的，玩了半辈子暗器，没想到阴沟里翻了船。看到是谁干的了吗？哎，药力太猛，没顾得上看就昏过去了。肯定是那个展无为，昨天晚上就应该把他一块押回来。包大人，您放心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，等我哥俩缓过劲儿来，我们再把人抢回来。对，去哪儿抢啊？去老地方。他会在那儿等着你们？即便再凭你们那3板斧，还想再赢他一次？哎呦！
不行，要杀一起杀，要活一起活。当时我没有在场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怎么，与这个有什么关系吗？张东重情重义，在这一点上，你哥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我们既然能够利用张东，或许也可以利用你哥。什么？王朝马汉，在。天下让人最痛苦的毒药是什么？断肠草，那吃下去以后，肠子会变黑，粘连，人会腹痛不止而死。叫声惨吗？惨，惨不忍闻。你们俩谁能模仿那种惨叫声？干嘛？将功赎罪。春叫猫儿，猫叫春，听它越叫越精神，保证也有猫儿意，不改人前叫一声。写的怎么样？出手不凡。实话？啊，实不相瞒，国舅爷的诗不能单看一首，要多看几首，才能品出其中的门道。继续说。啊，多数文人雅士的诗虽说精美斐然，但是仔细想想，难免娇柔造作，不像国舅爷的诗直截了当，从不惺惺作态，像是写给自己的。哼，这话我倒不是头一回听说。哦，还有人这样评价过？以前有一个叫韦文清的家伙也这么说过。韦文清？怎么，你们认识？哦，不认识。那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，有朝一日让小爷遇见，小爷一剑扎死他。他得罪过国舅爷？岂止得罪，小爷我这次入狱，全拜他所赐。啊！请国舅爷恕罪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小人胆大包天，向国舅爷撒了2个谎。哪2个？其实小人认识韦文清。你到底哪句话才是实话？刚才小人以为他是您的朋友，所以没敢说出实情，怕……行了，说第2个。小人不是因为躲债而进的大牢，而是因为保命。保命？都是那个韦文清害的，请国舅爷替小人做主。行了，站起来说。谢国舅爷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小人本是湖北均州人，寒窗苦读了10几年，来京就是为了考取功名。可是没想到有天夜里，小人正在读书，主考官跟那个韦文清就过来找我。知道吧？啊，知道了。陈世美见过大人，不知大人找我何事？啊，好，来，坐下说话。谢大人。书读得怎样啊？啊，皇上临时把重点放在策论上，确实有些措手不及。好在学生这些年从未放下过4书5经，每日少睡几个时辰，温习温习，还能应付得过来。不错，不错，你呀，勤勉好学，有才智过人。可惜啊，你今年中不了。为什么？那是因为本官不会举荐你的考卷。大人，是什么意思？听说陈公子才华横溢，我愿将这500两银子赠与你，还请陈公子行个方便，替我的朋友代考。若是考中了，这些银子都是你的。开什么玩笑？如果陈公子觉得我是在开玩笑的话，那你不但名利两空，性命也堪忧了。你是什么人？
指路人。你眼中还有没有王法？我也是替人办事，托付我的人就是王法。不，皇上刚刚颁布了圣旨，今年科考的卷子都是密封的，除非你们现在要了我的命，否则休想埋没我的考卷。你可别忘了，在密封以前，本官就可以让你的卷子不翼而飞。啊，陈公子，我们无怨无仇，都是身不由己。我劝你还是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吧。等事成了之后，回老家享享清福，3年之后再来考也不迟。啊，不。那天夜里，我把圣贤书都烧了。圣人们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，还说锲而不舍，金石可镂。可他们从没说过胳膊拧不过大腿。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，绝不能让他们得逞。所以你就躲进了大牢？不，我替他考了，但是我不会让他入院。你要让他落榜吗？恰恰相反。让他落榜，只能让他失去一次功成名就的机会。我要让他高中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后来打听到，托我代考的人，只是想中武举，可是凭我的学识，帮他中榜易如反掌。考武举？没错，考武举。所以我要竭尽所能，让他比文举的考生还要出类拔萃。最后考成新科状元，只有这样才会让他遭到天下人的质疑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我还真小看你了。是我小看他们了。我想考完试就溜之大吉，没想到那个韦文清带着一帮打手，生生把我关进书院的库房。把我囚禁起来。忍几天，只要我的朋友事成了，立马放你拿银子走人。我要找。走。你如何躲进大牢的？就在前天夜里，书院突然起火了。我开始以为是韦文清放的，他要杀我灭口。眼看火快烧到我跟前了，我急中生智，想出了个脱身的办法。可这时候，外面突然传来打斗声。我知道，他们有权有势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就算我逃到天涯海角，也未必安全。所以，我就连夜调戏了一个民女，把自己送进了大牢。哼！唉，没想到天底下还有如此荒唐的事情。好在老天开眼，让小人认识了国舅爷。因大仁大义，一定要替小人讨个公道。国舅爷，包大人有请。你们下去吧。是。有这个必要吗？防患未然，望国舅爷见谅。慢，包大人该叫我声状元了。过了今晚，我就金榜题名了。如果你真成了状元，本官一定改口。这瓶子里是什么？包大人，你是不是该焚香摆酒，给本少爷庆功啊？案子没破，无功可庆。哼，
你还真是不见黄河不死心呢。说吧，什么事儿让你都用上枷锁了？露出了半边的月，是圆还是缺？喝过了半杯的酒，是空还是满？初心总是比结果看上去热情大方，真相从来就简单。演过了一半的戏，是真还是梦？唱出了一半的歌，是悲还是欢？未来总是比过去看上去更美丽灿烂。人生本就是梦宽，不要说江湖爱恨两难，那不要说世道善恶难断。大江东去，只留下了风流人物，千古流传。演过了一半的戏，是真还是梦？唱出了一半的歌，是悲还是欢？未来总是比过去看上去更美丽灿烂。人生本就是梦宽，不要说江湖